Hello， 大家好，我是思希逸，今天来聊聊我认为女权中最重要的核心——排男和爱女。那么，什么是排男？怎么样算爱女？什么是自然女？什么是爱男姐？为什么异性恋是男本位的骗局？又如何从自然女本位出发，来解构异性恋这个惊天骗局？在今天的视频中，我会一一和大家谈到。首先，我认为排男是自然女和非自然女的最重要的核心区别。什么是排男？排男包括不爱男、不容男、不沾男、不生男。具体来说，爱男是在个体意义上亲近和喜欢男，容男是在集体意义上包容和信任男，沾男是在性方面和男发生关系，包括纳入式和非纳入式。而生男是在育方面生产和保护照顾男，爱男和容男是在精神层面上的包容和喜爱男的集体和男的个体，崇拜男生，对男的做的好事大夸特夸，对男的做的坏事视而不见，总想擦亮眼，在一堆坏的里面找一个好的，找各种理由去信任和亲近男，乐于给男的贡献精神上或者物质上的价值。而沾男生男则是在肉体层面上的，和男个体发生性关系或者育关系，包括和成年男进行纳入式或者非纳入式，也包括直接生产和抚养、保护、照顾未成年男。所以不爱男、不容男、不沾男、不生男就等于了身心排男。那我们把这些定义理清楚了，我们就可以很容易的划分出女和驴了，也就是自然女和非自然女。那什么是自然女？简单来说，根据刚刚的定义，自然女就是已经做到身心排男的女人。什么是非自然女？就是和自然女做对标，也就是身心不排男的女人。我称之为爱男姐。她们虽然说是生理上的女人，却背叛了自己的性别和族群，发自内心的去喜爱男，身体力行的去供应男。那这时候可能就会有人问，如果有女人她自认为是异性恋，但是一直独身，并没有和男人发生亲密的关系呢？或者有女人她自认为是无性恋，但是会去追男星或者男纸片人呢？又或者有女人她发自内心的看不起男人，但是为了利益或者为了快感，和男人发生婚恋性欲这些关系呢？她们是否算自然女呢？那按照我刚刚论述的观点，我认为是不算的。因为自然女是已经做到身心排男的女人，也就是身体和心灵必须同时做到排男。如果一个女人沾男也爱男，那她就是婚女、娇妻、恋爱脑。如果一个女人沾男却不爱男，那她就是被性解放、性自由理论洗脑的平权仙子。如果一个女人她不沾男却爱男，那她就是二次元女、追星女。那些没有女权觉醒的女童也包含在内。所以只有身心全部都排男，不沾男也不爱男，才能叫做自然女、基女。我不相信男权社会下的性向理论，这些东西都是为厌女和爱男找的借口和伪概念。我否认异性恋这个彻头彻尾的男本位词汇，是男权社会试图让女人相信不得不沾男、不得不爱男的骗局。那为什么异性恋是男本位词汇呢？那我们就要把性和恋从男本位视角和女本位视角拆开了说。男本位的性以男性勃起为始，以男性射精为终。男性需要新鲜感，渴望多位伴侣，随时随地可发情，天地万物皆可让他们性唤起，没有瓶颈期。他们的性目的是获得强烈持续的快感，并且广泛传播自己的基因。而男本位的恋是把女人降格到第二性为必要前提，一方面性化女生，喜欢女人的性感、美丽、可爱；另一方面物化母体，要求女人生养后代，提供情绪或劳动价值。男性需要1对1绑定一位女性，或者1对多占有多位女性，目的在于拥有一个或者多个女生和母体的终极使用权。而女本位视角的性呢？女性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瓶颈期，并不会被泄欲、泄精的需求所困扰，可以更专注于自己的生活和广袤的世界。而女生有着与自然和宇宙紧密相连的潮汐规律，每个月仅在月经前几天才有易换起期，
而阴蒂作为女性的性器官，而不是阴道，可以卫生、便捷、高效地达到多重高潮，根本无需他人协助就能自给自足。女本位的恋，那些所谓对男性产生的感情，综合来说有2大原因：一、母爱缺失，恶性循环。自己的妈妈爱男嫁男，于是母降格成妻，把爱意、关注和资源都或多或少地献祭给了男和男权。她造夫、造父、弃女，无法给到女儿全然的精神和物质支持。匮乏孱弱的女儿没有母爱，也不懂自爱，只能向外寻找爱。而无论是原生家庭让她无心复制，还是男权社会对她刻意引导，最终结果就是她以为除了爱男和被男爱之外别无出路，又开始重复爱男嫁男、母降格为妻、造父造夫、弃女的血包命运，代代恶性循环。第二，误把生育愿望当爱情。我很欣赏的一位女权博主写过这样一段话：女性看到健美的雄性时所引起的深层情感，是由自然激发的母力量创造新生命的期望，是指向生命力的运作，而不是永结同心的爱情，不是指向好想和他在一起的亲密关系，也不是指向发泄性欲或者父权世界所鼓吹的性征服、性狂欢、性迷醉。这段话很好地诠释了这种误解。本来是第一性挑选评判配子质量的冷酷理智的凝视，却变成自我弱化和性化后对配子携带者的崇拜跪舔。本来是第一性有生育意愿时才选择纳入，且达到怀孕目的后就厌烦丢弃，却变成了一生一世甘心为奴的誓言。本来是第一性为女性后代顺利成长而镇压杀戮雄性来汲取其营养和资源的血腥无情，却变成了随意生产包括男性在内的后代，还要付出燃烧自己来反哺多位雄性的丢人现眼。何况现代的男已经不再是单纯的配子携带者了，他们一直在试图抢夺、占领女生和母体，并且已经掌握了世俗的权利。如果有生育欲望，有想要创造新生命的能量，女人完全可以通过配子库和试管技术来完成。配子携带者的最后一丝利用价值也不再存在，所谓的恋，所谓的情感，更不可能也不应该存在了。所以可以看出，男权社会中的异性恋一词，完全描述的是男本位出发的性和恋，是利男害女的。而要从真正的第一性的自然女本位出发，你会毫不费力地发现，女人对男既无性也无恋。女人根本不需要被捆绑在性和恋这2个字里面来定义自己。刚刚谈的是排男的定义和女人为什么不可能也不需要是异性恋。下面我们再继续聊聊爱女。一说到爱女，也许有人就会觉得是不是要和女人谈恋爱？我认为不是。还是那句话，女人不应该也不需要用性或者恋这样的词来定义自己。因为一个女人要么爱男，要么爱女。爱男就是厌女，厌自己，叛变投敌，奔向对立的阵营，要说服自己曲意逢迎。而爱女就是爱自己，爱同胞族群，站定自己天然所在的阵营，顺其自然。再说细一点，爱男就是一种自我降格和能量献祭。比如自己根本没有那么多性欲，却要冒着得病的风险，定时定量和男人交配，确保满足对方需求。比如自己根本就没有生育的意愿，却和配子携带者发生多次的生育准备行为，最终导致并不意外的意外怀孕。本来自己有很多时间和资源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成就自己的人生，却成了男的妻、男的妈，自己从夫居，女儿随夫姓，一代代给父权续命。而具体来说，爱女从广义上来说，爱女是爱女的自身和女的集体，包括相信女人是第一性，并渴望女人成为唯一性。爱女是相信女人是掌权者，并抱有收复权力的期待和希望，是珍惜和热爱自己的女生，并且认可女人才是完整的人，和女人可以拥有一切正面或者负面的特质。而狭义上来说，如果有一些女个体希望和其他女个体发生私人亲密关系，这是可能存在的客观现实。
为了方便理解和区分，我称之这为詹女。但这样狭义上的詹女和刚才说的广义上的爱女是两个概念，也许可能会并行，但绝不是必然重叠。具体来说，如果一个女人不詹女但爱女，那她是自然女中没有意愿和其他女性发生性行为的女人。如果一个女人詹女且爱女，那她是自然女中有意愿和其他女性发生性行为的女人。那如果一个女人詹女却不爱女，那她是属于没有女权觉醒的女童，属于非自然女，还深陷男权陷阱，可以参见上一个议题中的第三种。那如果一个女人不詹女也不爱女，那她就是爱男界，是叛女，属于非自然女，具体可以参见上一个议题中的前三种。所以这可以看出，詹女和爱女这两者有可能会并行，但绝不是必然重叠。詹女并不等同于爱女，而爱女也不一定要詹女，爱女才是最核心的集体立场。当然，取向为女性很大程度上是优越于取向于男性的，主要表现在个体来说不詹男有其进步意义，但这远远不够，因为身体排男了，心不一定排男。自然女必须是女权觉醒的身心都排男的女人。女权觉醒其实就是爱女意识的觉醒，不仅是对某一个特定女人的亲密爱意，更是对女集体树立应掌握资源和权利的观念与希望，同样也是对自己女生真正的接纳和热爱。爱女才是最关键的集体立场。今天我们聊了两个方面的内容，其实就是女权最重要的核心，排男和爱女。身心排男，也就是不爱男、不容男、不沾男、不生男。爱女，也就是爱己爱女、利己利女。我骄傲我是第一性，我希望我们成为唯一性。与此同时，我们可以认知到，异性恋是彻头彻尾的男本位词汇，应当彻底被否认。我们的第一身份只可能是自然女，我们会正视和珍视自己最宝贵、最完满的身体与灵魂，并努力为它创造更好的栖身之地。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是思希艺。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给我点赞和订阅，也欢迎在评论区里留下你的观点。我们下期再见。